我和妹妹都是国公府3等丫鬟，她忽然送我一颗龙眼大的珍珠。第二天，小公爷的御赐却金球上却少了一颗南珠，满府翻来找去。姐姐有一颗，瞧着不像是丫鬟该有的。我被活活打死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了人牙子的小院里。国公府的周嬷嬷正在采买小丫鬟。常言道，车船垫脚牙，无罪也该杀。牙婆郑大娘正是这么个狠角色。我和妹妹在街上做起儿，郑大娘一闷棍下来，我们就成了她手里的货物。我曾亲眼看见一个想要逃跑的姑娘遭了毒手，当场殒命。郑大娘却只在一旁念念叨叨，满心只嫌衣服被弄脏了，耽误了她见客。一院子的姑娘们个个都吓得魂飞魄散，浑身发软。我强撑着身子，大娘，我给您洗衣服，日头足，下晌就干了，不耽误您出门子。你俩不听话的丫头，本打算卖去黑眉洋子，做个下等娼妇，让你们长长记性。既然你懂点人事，先留着做活吧。我和妹妹在郑大娘手里活了下来。那座黑煤窑阴冷又压抑，曾经像春日繁花般的姑娘，在那暗无天日的地方熬着，短短1个月就香消玉殒，没了踪影。我不能去，妹妹也不能去。妹妹怯生生拉着我的衣袖，我曾发誓一定要护住她。所以青楼采买继子，姑婆采买扬州瘦马和国公府采买小丫鬟的周嬷嬷一起来到小院时，我使出浑身解数，顶着郑大娘刀子似的眼风，使劲讨好捧着周嬷嬷，让她挑中了我，又顺带着买妹妹回去。别看她怯生生的，嬷嬷说什么她就干什么，实心眼着呢。我和妹妹都成了魏国公府的3等丫鬟，我负责灶上烧火，她负责院里扫洒。这些活说轻也不轻，说重也不重。比起曾经家破人亡、流落街头的日子，能吃饱穿暖得一庇护，我已是很知足。妹妹却时常抱怨，她乳名烟凤，村里教书先生曾说她是个有造化的，将来能做富贵人家的主子奶奶。她不愿做杂活，每天灰头土脸的扫洒，有什么盼头啊？后来府上放出一批大丫鬟，要从3等丫鬟里选2等进内院伺候主子。管事嬷嬷选中了我，妹妹气得红了眼。老钱婆为什么不选我？好姐姐，你让给我吧。上头定的事，我想让也让不掉，但我跟妹妹拉钩上吊的许诺，将来有机会一定把她带进去。嫣儿，姐姐永远不会丢下你。隔几天，国公府有喜事，赏给下人不少金银珠宝。妹妹拿着一颗大珍珠，兴高采烈地交给我。姐姐，这是小公爷赏的，你帮我收着。那珠子龙眼一般大，色泽好又银亮，不像是随手赏人的凡物。妹妹却说，小公爷最疼下面的小丫鬟，出手又大方，才不会在意这个呢。看着她天真娇憨的模样，我笑着收了起来，给你做嫁妆。第二天，小公爷的御赐却金球上却少了一颗南珠。他正要穿这件球衣进宫面圣，满府急得不行，翻来找去也没有。妹妹突然怯生生地说，我姐姐有一颗，昨晚还拿给我炫耀，瞧着不像是2等丫鬟该有的。果然，众人从我盒子里找到了那颗南珠，正是妹妹交给我的。不待我辩驳，嬷嬷们已经用帕子堵了我的嘴。下作的刁奴，乱棍打死才清静。我死之前，妹妹哭得瘫倒在地。夫人，姐姐做出这种丑事，奴婢是知礼的人，不会为她求情，只是她到底是我堂姐，求夫人能赏一口薄官，让她体体面面的去了吧。夫人觉得妹妹忠厚，提拔她为2等丫鬟，进小公爷院子伺候。她的诡计赔上我这一条命，终于得逞了。重生醒来时，一声鸡叫正伴着郑大娘的破锣嗓子响起。丫头们，起来梳洗打扮，今天有喜迎门，你们可得给我长脸。来不及多想，我已是麻木的起身，打好一盆洗脸水，端到郑大娘屋子里，又把她的尿壶和一盘子垃圾端出来。垃圾堆全是石榴皮，同上被子一样。我悄悄收了起来，梳妆打扮完毕，买家也都来了。果然还是3家：采买继子的老鸨，采买扬州瘦马的姑婆和国公府采买小丫鬟的周嬷嬷。前2家给的银子多，毕竟是要沦落风尘，一个姑娘10两银子。郑大娘让他们先挑，国公府只采买粗使丫鬟，出价最低1两银子2个姑娘。我用石榴皮挤出的汁水染了脸，黄辣辣的。老鸨和姑婆一看就没了兴趣，妹妹烟凤相貌普通，他们也没兴趣。那周嬷嬷秀着手，只看不说话。日头逐渐西斜，院子里的姑娘已少了一大半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噙着笑脸出来。周嬷嬷，我叫黄莺儿，自小跟秀才读过书，识文断字，也通些草药，1两银子你买我不亏。郑大娘立时咬牙瞪过来，在她面前我都是木木的，只干活不说话，跟今天是2个样。我骗了她。周嬷嬷来了兴趣，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。我背了一段千字文，又用树枝在沙地上写了这一段。周嬷嬷笑起来，好一个灵秀的丫头，相貌虽不出众，但国公府上用着也放心。她买了我。妹妹黄艳凤着急，她使劲拉住我的袖子，姐姐，
爷奶死前让你照顾我。我看他一眼，小小的人，尖尖的下巴颏已经有了些机灵相，只一双眼太活泛，显得轻浮。我并不露出心里的嫌恶，又跟周嬷嬷说情。妹妹年幼，是祖父母托孤的，嬷嬷您不拘给她个什么差事，奴婢都感恩戴德。这次我不夸她，我为的是自己的好名声，没被前两家买走的丫头一律买一赠一。你是个孝顺的好姑娘。妹妹满脸喜色，她一把推开我，径直走到前给周嬷嬷磕头。我静静地退开。烟凤，姐姐一定会履行诺言，不和你分开。没了你这条命，怎好显出我有情有义呢？姐姐上辈子真疼啊！我要带着烟凤走，还有一桩原因。我和她打小在黄家村生活，祖父是村长，家里还算富裕。我爹爹是村里顶好的猎户，娘是秀才家的女儿，膝下唯有我和哥哥，对我们很是疼爱。哥哥15岁从了军，此后再没回来。烟凤是二叔父的女儿，俗话说老儿子大孙子，老人家的命根子。祖父母最疼的就是二叔父，连带着也爱其小儿子唯一的血脉烟凤。他是养在祖父母膝下的。我娘给我买的绒花、银簪子和哥哥做的小木偶，烟凤看了也想要，但二叔父不下地不劳作，根本没钱买。于是烟凤撒娇卖吃，又哭又闹。祖父母硬是要过去给了他，我也哭。祖母紧紧攥住我的胳膊，语气满是不耐：老大家的怎么养出你这么爱哭的孩子？你妹妹年纪小，你做姐姐的本该多让着她，怎么还跟她争东西？他拉着我走到大门外，反手关上了院门。那时我才4、5岁，站在陌生的巷口哭得昏天黑地。天快黑的时候，幸好有路过的邻居发现了我，把我送回了家。从那以后，爹娘再也不让我去祖父母的院子，我和烟凤也渐渐生分了。今年春上收成不好，家里渐渐没了米粮，我挎着篮子上山摘榆钱，榆钱蒸成饭团子，算是能果腹的好东西。这样爹娘就不用费心明儿的饭了。正走到半山腰，一个同村的小孩虎子急忙来叫我：你哥哥来信了，听说你大哥手下关着100来个人，可神气，俺也想当大将军。3年了，哥哥从军3年，第一次回信，我心里欢喜，忙不迭撒开脚丫子往回跑。虎子却不慎跌进抓兔子的陷阱里。深山老林，天又快黑了，我只能停下脚步，先把他解救出来。这一耽搁，下山时就变了样。依山傍水的小村子被熊熊烈火淹没，那火张牙舞爪的，烧着了许多村民的尸体，皮肉被烧焦的声音，刺啦刺啦，像一把刀子将我的心生生划开了。我泪流满面，大声嘶叫起来：家里的院子着了火，爹和娘变身通红，身上插满了箭矢，躺在横梁下面火海里，一动也不动，被火舌渐渐吞没。我疯了一样往里跑，胡子死命抱着我，不让我冲进去。他爹娘就死在村口，均是一刀穿心。胡子使劲把那刀拔出来，刀身清亮凛冽，镌刻着统一的宝箱花纹。这些匪人像是有来路的，不是一般野匪。虎子目眦欲裂：英儿，你别去，咱去投奔你大哥，我也从军，回来报仇。我大哭着，浑身的血都涌到心口，两个铜人像是要从脸上跳出来。为什么要杀我全家？我要报仇！我要报仇！不知哭了多久，我和虎子都没力气了。跌坐在地，院子的水缸里露出一个脑袋，是堂妹烟凤，她踉踉跄跄地扑进我怀里。姐姐，家没了，祖父母都死了，爹娘也死了，凤儿只有姐姐了。祖父母和大伯大伯娘把我塞进水缸里，叫我等你一起逃。我紧紧抱住她，哽咽地说不出话。不管小时候多少恩怨，如今家破人亡，我们姐妹俩得互相扶持着活下去。虎子急忙问：烟凤，大哥来信你听了吗？你知道大哥在何方吗？他上山时，祖父母正抱着烟凤听我娘念哥哥的来信。烟凤身子瑟缩，紧紧抓住怀里一个玉佩。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姐姐，我好难受。我曾以为他是真难受，却不想他故意隐瞒了哥哥来信，还偷走了哥哥寄给我的信物玉佩。自他得了玉佩，偷偷藏藏，再没让我见过第二次。我一问起，他就支支吾吾的哭。那是祖母留给我的传家宝。传家宝？那上面怎么刻着一个英字呢？我出生时，石榴花间落了一只小黄鸟，叫声婉转。娘本来有难产迹象，听了这清音，挣扎着把我生下来。她给我取名婴儿。烟凤不识字，不知道这玉佩已经刻名。我带她进国公府，也为的是打探哥哥行踪，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周嬷嬷买了我和烟凤，还有一个鹅蛋脸的姑娘，名唤月容，曾是个官家小姐。月容漂亮，却冷淡高傲，轻易不与我们搭话。日暮时分，周嬷嬷带我们进了国公府。丫头们，咱们国公府最重规矩。你们虽是粗使丫头，但规矩学好了，不愁没有别的法子。将来升3等、2等、1等，
再有造化的去服侍老太君夫人、小公爷和小姐们都有盼头，好好干。老太君身边的弄晴，小公爷身边的十月，也是从你们这样的小丫鬟升上去的。现在是府上的副小姐，论起身份，比外头小门小户的主子奶奶尊贵。我们3个人各自领了活计，我负责灶上烧火，妹妹负责院里扫洒。月容相貌好，便能去内院送东西。烟凤有些酸溜溜，摆什么官家小姐的谱啊？梅香拜把子都是奴家，不就是内院吗？我也能进去。其他采买嬷嬷们也带回一堆小丫头，俱是1两一个，我这才晓得，原来周嬷嬷贪墨了1半银子，她心虚，便多给我们3个发了一堆衣裳被褥，都是粗心的，比旁人的要厚实暖和。这也算是难得的厚道人，不因握着你的生死而轻易践踏，还心存一点愧疚。那些姑娘里有一个相貌格外出众，身量高挑，水灵灵的眼神一瞥，像画上的神仙妃子。嬷嬷们都看好她，说她将来能当姨娘。她和月容都派去内院，只是我们还来不及知晓她的名字，她人就没了。月容抬着高傲的下巴，十月姐姐叫她去端盘子，她手笨，竟把御赐如意打碎了。一个下贱奴婢，10条命100条命也不如一个玉如意值钱。月容恐怕忘了，她已经不是官家小姐，她也成了个1%、1/10都算不上的下贱奴婢。灶上烧火是个苦差事，每天脸上乌漆麻黑，旁人避之不及，我却甘之如饴。有了这层灰，便不用辛苦几16只抹脸遮去天生的白皮肤。娘生前总说女儿家生得太好，在这世道护不住。我自小美而自知，外院人员混杂，侍卫、小厮、管事、亲眷往来不绝，男人的马靴踩过之处，总伴着轻浮的调笑。同屋的月容生得好相貌，月前全花在胭脂水粉上，描眉画眼成了外院一枝花。男人们看她的眼神满是不庄重，我悄悄提醒过她，她却斜睨着我嗤笑。村子里出来的丫头就是小家子气，我家显赫时，这些算什么，都不如你妹妹大气。妹妹烟凤正对着镜子摆弄胭脂，把两颊涂得像猴屁股，跟着帮腔。姐姐，人都说女大18变，你越变越黑丑，就别嫉妒月容姐了。我没有像前世那样苦口婆心劝她，只是淡淡一笑，掩门离开。前世我拼了命护着她，她却为了攀附权贵，反手将我推入地狱。这一世，我只想护住自己，找到失散的哥哥，报那血海深仇。灶上的活计忙完，我每日主动去管事赵嬷嬷那里帮忙。她年老眼花，看不清对牌上的字，我便帮她逐条念出，再把重要的事誊抄成大字，方便她看。赵嬷嬷贪财又吃酒，还有个酒色都沾到儿子住在外院，我早料到会出事。果然，那晚他儿子喝得醉醺醺，在墙根撞见扭着腰走过的月容和烟凤。前世我及早拉走了烟凤，只有月容遭了毒手，被醉汉失手打死。这时我作壁上观，坐在赵嬷嬷房里，一边看账一边锁上了门。这是整个外院最安全的地方，没人会想到醉汉的母亲房里藏着人。屋外先是传来吵闹和喊叫，没过多久便没了声息。我透过窗纸看去，只见烟凤拿砖头砸晕了醉汉，正浑身哆嗦着要走，月容却死死抓着他的衣袖。你把他砸死了，府上查起来可没有我的错处。烟凤瞪大了眼，脸上的震惊转瞬变成狠厉。他悄悄捡起砖头，猛地敲在月容头上，动作又快又准。月容应声倒地。烟凤扯乱他的衣襟，露出水红色的肚兜，又把砖头塞进他手里，啐道：可别怪我狠心，不是你成天当妖精，怎么会招来这些臭苍蝇？还想让我顶罪？呸！醉汉和月容倒在血泊里，衣带交缠，分不清是谁的血。烟凤沿着墙根像只受惊的老鼠般悄悄溜走。第二天，月容就消失了。粗使丫鬟的命如草芥，死了或是被卖了，都像石子投进水里，连一点波澜都掀不起来。就连亲手送走月容的烟凤，也一脸泰然自若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。赵嬷嬷因为儿子的荒唐事，被主子赶去了庄子上。新接任的外院管事正是当初采买我们的周嬷嬷。周嬷嬷翻看账本时，看到了我替赵嬷嬷誊抄的那些娟秀庄重的大字，当即想起了我。果然是你这好丫头。我被提拔成3等丫鬟，专门在她身边看账。不再涂16支的我，皮肤日渐白嫩，又兼了原本月容去内院送对牌的差事。烟凤依旧偷奸耍滑，没了我替她干活。她负责的院子总是乱糟糟的，但她惯会哄人，哄得祖父母团团转。转头又认了大厨房的管事嬷嬷做干娘，把每月1半的月钱上交，也混上了3等丫鬟的身份。只是她费尽心机，却连内院的门槛都没摸到。换上3等丫鬟的青色比甲和茶色裙子时，我一阵恍惚，前世正是穿着这身衣裳，我被人诬陷偷了却金球上的男珠，被夫人下令活活打死。那棍棒敲在身上的疼，皮肉疼，骨头更疼，像郑大娘的小锤子一样，一寸寸敲碎了我的骨头，也敲碎了我对亲情的最后一点念想。烟凤却浑然不觉，抢走镜子转来转去的看自己的双压记，理所当然的吩咐：姐姐，我要忙着去大厨房，
你帮我收下东西，明儿咱们就住3等的房了，记得把我夜壶也倒干净哦。说完便一溜烟跑了。我锁上门，趁机翻找哥哥的信和玉佩。那玉佩通体雪白，水头极好，上面刻着一个草书的英字，是哥哥留给我的唯一信物，也是找到他的唯一线索。可床铺上、箱子里、窗帘里，我翻遍了所有地方，什么都没有。我知道烟凤绝不会丢了这么值钱的东西，她一定藏在了某个地方。成为3等丫鬟后，月钱涨到了1两，烟凤交给干娘一半，剩下的全用来买胭脂水粉和精致首饰。几个月下来，1分积蓄都没有。而我虽然也分1半月钱孝顺周嬷嬷，剩下的却都攒了起来。看着我鼓鼓的荷包，烟凤又起了歪心思。姐姐，我受了风寒，头好疼。干娘说府上不兴给3等丫鬟请大夫，只能自己抓药。带进府还得贿赂门房，需要5两银子。见我面露难色，他又开始抹泪，拿死去的祖父母说事，寻死觅活。我假意叹了口气，拿出3两银子递给他。这3两是我去内院送对牌时，老夫人的大丫鬟弄请赏的新银，白亮如雪。外院还没人领到过。隔天，周嬷嬷说府上要办宴会，要从外院挑几个丫鬟去内院端茶倒水。烟凤立刻举手，满脸急切。我轻轻附在周嬷嬷耳边，说烟凤病了，昨晚刚花了3两银子买药。周嬷嬷当即皱起眉，什么药要3两银子？一个粗使丫鬟哪儿来的富贵病？生病了还凑热闹，把病气过给贵人，满院子都要吃挂落。烟凤因此落选，怒气冲冲地来找我算账。我又哄她说，内院的吴嬷嬷是夫人的陪房，过几天会亲自选人去夫人身边伺候，比端茶倒水强得多。烟凤的脸色立刻由阴转晴，拉着我的胳膊摇来摇去，又恢复了那副娇憨的样子。她不知道吴嬷嬷外号吴3两，收贿赂最少是3两，而且她干的都是见不得人的阴私事，凡是走她门路的人，最后都没有好下场。上一世吴嬷嬷事发，全家被处死，连带着那些走他门路的小丫鬟也一个比一个死得惨。我就是要让烟凤和吴嬷嬷狗咬狗，最好能逼她说出玉佩的下落。第一场雪沫子落下来时，我跟着周嬷嬷去给夫人汇报外院的开支。往年管事都是含含糊糊，我却把所有开支都详细列在纸上，每项都注明了日期、事由和金额，还特意给账簿套了油纸防雪。夫人看得十分满意，帘幕后的吴嬷嬷看我的眼神也亮了起来。从正房出来，周嬷嬷去给老太君汇报，让我自行回去。我转头去找吴嬷嬷，她果然正在廊下等我，拿出2本账簿让我帮忙核对哪里对不上。这2本账簿，一本是真的，一本是用来做假的。吴嬷嬷偷夫人的私房钱补贴她那吃喝嫖赌的儿子，这2本账簿就是她的罪证。我连连摇头，装作心虚的样子说：嬷嬷，这些我也不太懂，全靠我那妹子烟凤，她极聪慧，只是老实，不太爱出现在身前。老实，不太爱出现在人前，意味着就算失踪了，也不会有人在意。吴嬷嬷咀嚼着这2句话，眼神里慢慢有了主意，对我的态度也冷了下来。你去吧，别跟外人说，否则嚼舌头的茧子可多的是。没过几天，吴嬷嬷果然来外院选人，烟凤表现得落落大方，我趁机夸道：“这就是我那聪慧老实的妹子。”吴嬷嬷很满意，带着烟凤去内院吃红枣茶。烟凤激动得满脸通红，走路都轻飘飘的，还掐了我一把，问我是不是真的。她忘了礼仪规矩，像哈巴狗一样贴在吴嬷嬷身边，偷偷把装着3两新银的荷包塞了过去。周嬷嬷替我惋惜：“婴儿，你样样都好，昨天夫人也夸你伶俐，这吴嬷嬷怎就瞎了眼，选了你那草包妹子？她那张嘴颠倒黑白，实则腹中空空，连个院子都扫不好。”我笑了笑，没有解释。我确实要进内院，但绝不是去夫人身边。夫人看着慈眉善目，实则佛口蛇心，打发起下人来不是死就是残。前世我就是被她不问青红皂白下令打死的，我另有打算。周嬷嬷压低声音问我：“难道你想去小公爷身边伺候？”满府的丫鬟都想去吉雅堂伺候小公爷梁玉，她俊美温雅，还没娶妻，能成她的通房，就能一步登天做主子。只是老太君和夫人把她看得极严，凡是勾引她的丫鬟，全都被灌了哑药发卖出去，端地是富贵险中求。我曾经远远见过小公爷一面，他一身赤红色箭袖，头戴紫金冠，面容俊秀如画中人。可我是尘埃里长出来的一棵草，古来文人作画，画兰画松画竹，少有人画草，我和他从来就不是一张画上的人。我认真地说：“大娘，我知道轻重，我只愿踏踏实实的等哥哥接我回家。”周嬷嬷点了点头，说：“这个月的月钱先替我收着，等我用的时候再给我。”我知道他这是胃口变大了，再跟我要钱，只能笑着应下。夜里起了大风，冷气顺着窗纸溜进来，冻得我手上的冻疮生疼。3更天了，烟凤还没回来。吴嬷嬷让他看账簿，他肯定看不懂，只会张嘴胡诌。等吴嬷嬷利用完他
他的好日子就到头了。那3两雪花式的新银子就是现成的罪证，偷内裤新银子，只这一项就够烟凤喝一壶的。可我不能让烟凤死，他还攥着哥哥的行踪。烛火摇曳中，我想起了虎子。那日街头被人伢子郑大娘敲晕，我和烟凤被卖进国公府，虎子不知去了何方。他是个重情义的人，一路上讨来的馒头都先给我和烟凤吃，自己饿得瘦骨嶙峋，只捡酒楼后街的剩菜。没了我们，希望他能过得好一点，希望他能当上大将军。世道艰难，报仇这个目标远得像天上的阴云，一缕一缕，难有成行的一天。我只求菩萨保佑，让哥哥、虎子和我都能好好活下去，活到再相聚的那一天。擦干眼泪，我拿着默写下来的吴嬷嬷的真账簿，敲响了周嬷嬷的门。除了这本，我帮赵嬷嬷整理账簿时，也发现了吴嬷嬷动的手脚。夫人陪嫁的绸缎庄，每年1半的盈利都被她偷走，足足有1万两银子。风雪夜，周嬷嬷带着账簿叩响了夫人的房门。夫人看完后，气得砸了一套汝窑白瓷。吃里扒外的东西，我何时亏待过他？他竟如此对我！吴嬷嬷不仅偷钱，还偷了夫人的闺阁之物，准备变卖。这要是传出去，夫人的名节就毁了。夫人当即命人去吴嬷嬷房里搜查，搜出了2本账簿和丢失的金银珠宝。吴嬷嬷和她儿子被严刑拷打，周嬷嬷则因揭发有功，被提拔为内院大厨房管事。我也顺理成章的成了2等丫鬟。周嬷嬷感激我不居功自傲，问我有什么想要的。我言辞恳切地说，吴嬷嬷说烟凤偷银子，把她关在柴房等候发落。我是知礼的人，妹妹犯了错，我不会为她求情，只想念在骨肉亲情的份上，再去看看她。周嬷嬷连连点头，夸我忠厚有人品。在她的帮忙下，我顺利来到了柴房。吴嬷嬷倒台后，原本下令要打死烟凤，可隔了半夜，这命令就没人再提了。柴房门口连个看守的都没有，只有烟凤哭哑了的声音在喊：我没偷银子，放我出去！我推开门，烟凤脸上2个大红巴掌印，眼睛哭成了烂核桃，像只鹌鹑一样缩在柴火里，再无往日的神气。我挤出一滴泪，急急忙忙上前：姐姐来救你！姐姐，吴嬷嬷非说我偷了内裤新银子，我今天才第一次进内院，我没偷，她要打死我，你能不能说银子是你的？反正本来就是你的，我不想死。原来他也知道偷东西会被打死，那前世他把雀金球上的南珠塞给我时，就已经把我当成死人了。好一个血脉相连的妹妹啊！北风刺骨，我的心也像井下的冰一样冷硬，再也生不出一点柔情。周嬷嬷新官上任，盯着她的人多着呢，哪敢轻易徇私？不过老太君的陪逃，阮嬷嬷要过生辰，府上大小管事都去送礼，阮嬷嬷最喜欢玉，要是能送她一块好玉，那是老大的人情。可恨咱们姐妹一穷二白，连讨好人家都做不到。烟凤的耳朵立刻竖了起来，眼神里满是纠结和狐疑。我又加了一把火，带着哭腔说：年后小公爷要选丫鬟，你那干娘要见你干妹妹去。燕儿，你命格好，你才应该去啊！困在柴房里，不知道哪天就会被打死，还谈什么将来的富贵？烟凤咬着牙，终于下了决心。花房第2盆兰花下面挖开有个小盒子，里面装着咱奶给我的传家宝玉佩。姐姐，你拿去给周嬷嬷，让她放了我。细雪纷飞中，我提着灯笼来到花房，挖开泥土，果然找到了那个红木小盒子。打开一看，里面正是我朝思暮想的玉佩，上面的英字清晰可见。我拿着玉佩，低低气了几声。烟凤不肯说出哥哥的行踪，那我就凭着这玉佩去找，总有一天能找到他。我把花房恢复原样，正准备离开，外面突然传来了靴子踩雪的咯吱声，还有一个少年温润的声音：谁在那里？是小公爷梁玉。深夜孤男寡女独处，传出去我就完了。我弯下腰，沿着花盆一步一步往外挪。花房里是雪月的冷光，他穿着那件名贵的雀金球，青金色的光芒悠悠跃动，衬得他整个人都像玉做的。幸好花草掩映，他没有看清我。很久以后，他却跟我说，那晚我和兰草、细雪、白纱灯笼映在一起，像个花草精怪，美得不近情理。可我并不愿成为任何人生命的点缀，就算他身份尊贵也不行。我有凶要寻，有仇要报，这世道绝不止于这个内宅。拿到玉佩后，我并没有求周嬷嬷放了烟凤，周嬷嬷也乐得做个顺水人情，高高拿起，轻轻放下，把烟凤撵回了外院，继续当粗使丫头。烟凤的日子从此变得苦不堪言。以前她仗着3等丫鬟的身份欺负别人，如今落了难，那些被她欺负过的人自然要报复回来。他们往她被子里泼水，数9寒天冻成一坨冰，不给她留饭菜，顿顿只剩泔水桶，当面辱骂更是家常便饭。就连她那个捧高踩低的干娘，也卷走了她仅剩的私房和过冬的袄子。很快烟凤就病了，她托人来找我，我一律借口有差事推脱，这才哪到哪。燕儿，往后你受的苦还多着呢，都好好尝尝吧。以前我对你掏心掏肺，你不在意，非得被生活毒打一番，
才知道低头。偶尔在廊下碰见外院的老嬷嬷，我会主动往他们手里塞一把铜钱，笑着说：“多谢嬷嬷们照顾燕凤，她性子急，需要磨砺。嬷嬷们也是祝她成才，这些钱拿着冬天买酒暖身子。”他们自然心领神会，对燕凤的照顾越发周到。转眼到了年关，国公府大小姐在宫里做了德妃，正是鲜花着锦、烈火烹油之时。前来拜会送礼的人踏破了门槛，府上大宴小宴不断，银子花得如流水一般。夫人下令，所有丫鬟小厮的月例减半，可主子们照样花天酒地。周嬷嬷管着大厨房，忙得焦头烂额。老太君要点菜，怕下人通传不清，周嬷嬷便派我前去，还往我鬓上插了一朵嫩黄的绒花。你打扮得太素了，老太君喜欢活泼俏丽的女孩子。我噙着笑脸来到花厅，老太君满头银发，精神矍铄，笑着哥孙们插科打诨。她见我生得好，又会写字，当即让大丫鬟打听我的人品。夫人却淡淡瞥了我一眼，敲打道：“菜清淡了好吃，人也清淡了才好看。”在她眼里，但凡漂亮的丫鬟都是想勾引他儿子的狐妹子。我老老实实应下，拿着炭笔一一记下各位主子的需求。走到小公爷跟前时，一道沉甸甸的视线落在我身上，仿佛化成了实体。他那双多情的桃花眼中闪过一丝惊艳，温声道：“我要点些兰花做的菜肴，灶上多费心，可看《聊斋》多琢磨一下。”我心里一凛，那晚花房的事，他认出我了。他轻轻一笑，目光慢慢从我脸上挪开，掠过我的胸脯和腰肢，那眼神里没有爱意，只有对美好事物的赏玩，仿佛我不是一个人，只是一个好看的泥娃娃。我没有看他，能感觉到夫人嫌恶的眼神像看一只绿头苍蝇，死死地定在我背上。问完各位小姐，我正要出门，却看见花厅隔间里坐着一个姑娘正在烧茶。她穿的不是丫鬟衣裳，却也不富贵，乌黑的头发上只有一只银钗，人淡如水。这是白家小姐白秀秀，她父亲曾在战场上救了国公爷，国公爷许诺让小公爷以正妻之位迎娶她，可后来白家家道中落，白老爹在战场上生死不明，国公府便变了卦，只说将来让她做贵妾，待遇连一等丫鬟都不如。前世我被活活打死时，查清了再打也不迟，这是一条人命。虽然她被嬷嬷拉了回去，可我一直记着这份恩情。我走上前，轻声问：“白小姐，你有什么想吃的？灶上准备做年夜饭呢。”她提起水壶，正在烧玉泉山的水，这本是大丫鬟弄情的活，却被她偷懒推给了白秀秀。府上吃什么，我就吃什么。您是辽东人吧？2年没见过辽东的大学了。年夜饭时，我特意端来了几道辽东菜：雪衣豆沙、榛蘑炖小鸡、干豆角腐竹包子、炸锅包肉。老太君吃得尽兴，随口夸了几句。可国公府的主子们却你一言我一语，满是对辽东的鄙夷。小公爷说了个笑话，逗得老太君哈哈大笑，把一叠红包全给了他。真热闹啊！这是别人家团圆的年。我站在角落里，鼻子一酸，想起了自己的家。我们家虽穷，过年也会割一刀肉，包一簸箕白胖胖的饺子，里面放铜钱，谁咬到了就咯咯笑。爹娘会包红包，哥哥总是把他的红包让给我，抓着我的小辫子说我淘气。大红灯笼下，细雪纷飞。我们这一户小小的庄稼人，虽如草芥，也有属于自己的喜庆和热闹。而今爹娘已去黄泉，大哥音信渺茫，我如一叶浮萍，在这深宅大院里飘摇。白秀秀一直没说话，她夹了一筷子干豆角，小口小口地嚼着，仿佛在嚼故乡的春夏秋冬。再抬起头时，她眼眶通红，递给我一道满是感激的眼波。自这天后，我和秀秀常来常往。我端新鲜点心过去，她沏一碗清茶，热气腾腾里聊天南海北。她是美地，像北方的树，就算开花，也带着一股遒劲，绝没有媚气和妖气，所以小公爷不喜欢她。年后，燕凤又打发人来找我，说她病得厉害，想见我一面。我兜兜转转来到外院那个荒废的院子，北风呼啸，吹破了窗纸。燕凤躺在破炕上，脸蛋被煤烟熏得黢黑，只剩一把骨头，手上全是流脓结痂的冻疮。姐姐救我！干娘卷了我所有钱财，不肯给我请医问药，就连你之前烧的东西也被他抢走了。她哭得撕心裂肺，可眼神里只剩凄然的尖利。我不动声色地抽出手，拿帕子擦了擦手上的黑灰。大过年的，府上不许下人请医问药，怕不吉利。我煮了红糖姜茶，你先喝着驱寒。燕凤一边喝姜茶，一边骂骂咧咧。她去着我身上厚实干净的青色棉袄，眼神里满是嫉妒和怨毒。姐姐，你在内院吃香喝辣那么风光，怎么忍心让妹妹在这里受冻？你不怕死了的爷奶从地下爬出来找你吗？姐姐没本事，在内院只能干些跑腿的活。倒是嫣儿你身体好了，能搏一个富贵。你看内院好几个小丫头，冬天病得重，都是他们家里有出息的哥哥出钱出力才好起来的。我一个女子能有什么法子？燕凤的眼神一动，念叨道：“
咱们没家人，人家却都有哥哥出钱出力。他咬着牙，眼神里闪过一丝算计。我给他披了一件簇新的红袄，袖口用银线镶了边，说等内院选丫鬟了，再想办法调她进去。燕凤啐了一口，骂我没良心。可我走后，他果然有了动静。没过几天，外院的小丫鬟叽叽喳喳地说，燕凤请外门管事胡二爷写了一封信，寄给他在辽东怀来镇当百户的大哥。他说他大哥最疼他，知道他病了，肯定马上寄银子过来。辽东怀来镇，我的心扑通扑通的跳，连呼吸都变得急促。原来哥哥在辽东。抬头往北看，苍青色的天空下，吹雨落的寂静，仿佛能越过京城和雪野松林，一直吹到辽东。白秀秀说，辽东这时候还在下大雪，能把人的靴子都埋住。哥哥还好吗？他手上还生冻疮吗？他会不会喝了酒，脸还是又黑又红？我的泪止不住的流，打湿了给小石头写的签字文。小石头是周嬷嬷的孙子，7、8岁的年纪，虎头虎脑，特别娘我。他鼓着小脸，一边给宣纸上的泪痕吹气，一边吹我的脸颊。姐姐，泪被风吹走了。周嬷嬷眼神复杂，往后听你婴儿姐姐的话。我知道他这是在托孤了。夜里睡不着，我偷偷到废弃的小佛堂给爹娘上香。秀秀说，冬天时辽东的鞑子打得更厉害，他爹爹就是雪天被困才没了消息。我给菩萨磕头，求他保佑哥哥平平安安。信女愿折寿相抵。佛祖，信女一辈子没做过亏心事，夫人要我放印子钱，我去了，他就愿放我一家的奴籍，我不去，他就要将小石头送进宫当太监，我没法子啊！杀了人损阴德的事儿，就让我一人背了吧。我浑身一震，放印子钱，盘剥百姓，利率高达110倍，还不上钱的人家被逼得卖儿育女，甚至家破人亡。我们黄家村就有一户人家因为还不上印子钱，被地痞流氓剜了心，爷爷带着全族人救下了那户人家的2个孩子，还告诫族人万万不能沾印子钱。可没过多久，黄家村就被屠了。我们村地处平安州，有大军屯粮，从来没有过土匪。爹爹是10里8乡有名的猎户，也从未遇见过山匪。现在想来，当年的屠村恐怕跟这帮放印子钱的贵人脱不了干系。周嬷嬷说杀了人，杀我全家的，是不是也是夫人王氏？隔天见到周嬷嬷，她衣着愈发华丽，说是夫人赏了名贵绸缎，还把小石头接进院子常住。人人都夸夫人仁慈，可在名贵的绸缎也遮不住她的憔悴。她眼下乌青，眼神里全是哀恳。央儿，你聪明又心细，替我照看小石头，别让他去水边，别去没人的地方，就待在一眼能看见的人堆里。大娘您放心，您当差忙时，我就把小石头带在身边，一刻不离开。兔死狗烹，鸟尽弓藏。吴嬷嬷帮夫人放印子钱，最后被夫人找借口除掉。周嬷嬷现在是夫人的心腹，可等她没有利用价值了，下场只会和吴嬷嬷一样。我看过那些真假账本，也在夫人的生死簿上。周嬷嬷死后，夫人绝不会容我活着，我得往上爬，得活下去。年夜饭时，老太君有意让我去他身边伺候，可几个月过去了都没下文，我得去找弄晴问问。老太君身边的丫鬟脸面大，老太君又护短，只有去他身边才能暂时躲过夫人的毒手。我带着亲手做的桂花糯米糕去找弄晴，又拿出几个绣着五毒兽的荷包，里面装着艾草、香料和抄完佛经烧的香灰，这是老太君让弄晴做的。果真是一个好相貌的丫头，无怪乎主子们都喜欢。你好福气，小公爷相中了你，跟老太君要过去伺候。不过等林阁老家的大小姐过了门，你才能当通房呢。我的心一下子坠入冰窖。小公爷的喜欢是催命符，曾经有丫鬟被小公爷多看了一眼，夫人就一碗药下去，让他浑身起满疹子，流脓水而死。弄晴叹了口气，说她的妹妹就是因为被小公爷赞了一句美人胚子，第2天就被夫人传唤，回来路上失足跌入池塘淹死了。他还告诉我，小公爷身边的大丫鬟10月心狠手辣，之前有个丫鬟被他诬陷打碎了玉如意，被夫人下令打死，而且玉刺却金球上的南珠被几重金线牢牢定住，根本不会掉。上辈子我被诬陷偷了南珠，一定是10月和燕凤联手害我。弄晴于心不忍，答应在老太君面前替我美言。白秀秀也帮我说话，说我心地善良，一直照顾生病的妹妹，佛经也抄得好。老太君当场便定下，让我去他院子里伺候。我心里松了口气，去大厨房找周嬷嬷交接活计。小石头缠着我要去喂猫，我便提着几条油炸小黄鱼，带他去花丛里找大白。大白是一只白色的野猫，脖子上挂着一个小金莲蓬，特别黏我。婴儿姑娘，原来是你把我的踏雪照顾得这么好，你的眼光倒是随我，也喜欢婴儿姑娘。踏雪，她这么喜欢你，怎么这么怕我呢？这府上没有姑娘不喜欢我，她却不喜欢，真有意思。我拉着小石头行礼告退，不敢多停留。他看我如同看一件精美的器物，只有欣赏，没有尊重。他的靠近
对我来说就是洪水猛兽。知道大白是小公爷的猫后，我便不再去喂它。小石头不高兴了好几天，我做了一只布偶小猫才哄好它。钟嬷嬷越来越忙，我已经很久没见过她了，只是收到了她托人送来的1包银子。唯一的好消息是，白秀秀的父亲活着从战场上回来了，还带回了鞑子的布防图，立下大功，被封为镇北将军，统领辽东几十万兵马。国公府的态度立刻180度大转弯，老太君不再让秀秀烹茶，夫人也不再提让她做贵妾，就连宫里被贬为德嫔的大小姐，都派人送来红玉鸳鸯配，撮合她和小公爷。比起朝中这些尸位素残之辈，白家士部实乃英雄。秀秀跟我说，小公爷不是坏人，只是个无用的人。他的眉眼中有辽东的白雪和苍茫林海。婴儿，你要跟我去辽东吗？我父亲的信上提到一位黄姓小将，不知道是不是你哥哥。那一晚风格外温柔，带着茉莉花香。我抱着信哭了一夜，一个黄字让我所有的等待和煎熬都有了意义。我挎着小包袱进入上房时，一个姑娘擦身撞了过来。她柳叶眉，细长眼，薄唇涂着胭脂，笑得温柔，眼神却像洒满了玻璃碴子。这就是10月。她笑着吩咐丫鬟去喂猫，话里有话地说，有些人想欲擒故纵，可别闪了腰。我没有理会她的挑衅，她想当姨娘，这没什么可比的，这世道留给女子的路本就少，可她把别人的命当作往上爬的阶梯，垒成的砖墙里尽是血肉，这才是最可恨的。小石头紧紧贴在我身边，张开双臂护住我。10月凉凉地瞥了他一眼，威胁说德嫔娘娘身边正缺小太监，7、8岁的年纪刚好。我拉着小石头，头也不回地进了上房。没过多久，燕凤又惹了事，外门管事胡二玩腻了他那泼辣的娘子找上门，叫嚣着要把燕凤卖进黑煤窑。燕凤怕了，躲进内院拦住我，说哥哥来信了，要我跟他去外院二门一趟。我知道他是想推我去当替罪羊，让胡二娘子以为我才是那个勾引胡二的狐妹子。好，我跟你去。燕凤拉着我跌跌撞撞来到外院，大门虚掩着，胡二娘子正提着一把雪亮的刀破口大骂，手里还拿着我送给燕凤的那件水红袄。燕凤猛地把我往前一推，喊道，姐姐，你的袄子怎么会在那里？他怎么乱翻你的东西？她的声音里满是无辜和诧异，和上辈子指控我偷男珠时一模一样。胡二娘子提着刀冲过来，恶狠狠的就要划我的脸，我闪身躲到门后。嫂子且慢，这袄子不是我的，你看里面绣着个凤字，我这妹子燕凤，乳名正叫凤儿。我这次过来是想感谢胡管事对我妹子的照顾，这1包银子是我的谢礼。胡二娘子接过银子，扯开红袄一看，里面果然绣着个凤字，而我腰间的玉牌上刻的是英字。燕凤不识字，以为能骗过所有人，却没想到我早有准备。胡二娘子登时恼了，冲上去揪住燕凤的头发，两人抱着滚在地上厮打起来。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，那把刀被踢到了我面前，刀身清亮，刀刃锋利，刀柄上刻着一朵宝香花，全身的血一瞬间都涌到了脑子里。宝香花，这是杀我全家的刀，和胡子当年从凶手身上拔下来的刀一模一样。白秀秀告诉我，这宝香花是夫人王氏的族徽，王家是平安州的百年大族，掌管着当地的驻军。近年来平安州屡屡出现匪乱，王家子弟屡次剿匪立功，其实都是杀良冒功。夫人放印子钱逼得百姓走投无路，便派王家军屠村，既平了祸事，又赚了军功。我们黄家村就是这样被灭门的。好一个佛口蛇心的夫人，好一个战功卓著的王家。我紧紧咬住嘴唇，滔天的恨意几乎要将我淹没。燕凤因为名声败坏，被夫人下令处理了，她被套入麻袋，一棍子一棍子打死，扔到了乱葬岗。我没有丝毫同情，这都是她咎由自取。入秋后，周嬷嬷像秋日的露水一样突然蒸发不见了。夫人说派她去看平安州老宅了，让她享享清福。可我知道她已经被夫人灭口了。周嬷嬷一家除了小石头都消失了。小石头把一个酸枝梨木盒子递给我，说这是奶奶留给他的玻璃珠子。我把珠子倒出来，发现盒子底下有个夹层，里面贴着一张纸，写满了夫人放印子钱、草菅人命、私通内官帮德嫔迫害其他妃嫔的罪证。周嬷嬷早就知道我的来历，她没告诉任何人，临死前把这些证据留给了我，还把小石头托付给了我。我誊抄了一份罪证，交给了白秀秀。莺儿姑娘，听说你的针线活计很好，入冬后小公爷就要穿雀金裘，可巧被烟灰烧坏了一个小洞，你看能不能帮忙补一下？是那件丧我命的雀金裘。10月又想用男珠做文章害我，可我已经不怕了。我已寻到仇人，已找到哥哥，
此生足矣。秀秀说，正好借机把罪证缝进雀金球，等小公爷穿进宫时，他父亲已经安排好了接头的太监会把罪证呈给圣上。国公府挟恩自重，把持兵权，无恶不作。圣上早就想铲除这个毒瘤。雪沫子又飘下来那天，小公爷穿着我补好的雀金球，和老太君夫人一道入宫。临走前，他眼神一直在我身上流连，跟老太君撒娇，求他把我赐给他。老太君被哄得眉开眼笑，当即就应了。夫人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。等他们走后，他派人传唤我，两个膀大腰圆的婆子一脚踢弯我的腿，把我按在地上。十月站在一旁，尖牙利嘴地细数我的罪过：不慈，没管教好妹妹；不忠，偷了雀金球上的男珠；大不敬，毁坏御赐之物，其罪当诛。夫人满意地点点头，菩萨般的脸上没有一丝温度。你这刁奴，本该乱棍打死，但我们府上向来慈悲，赐你一条白绫，自行了断吧。就在这时，白秀秀冲了进来，毡帘子外涌进一阵风雪，她满脸喜色地喊道：夫人，德嫔有喜，这大喜的日子，您处置刁奴，也不怕冲撞了德嫔肚子里的贵人。夫人喜不自胜，急急忙忙披上斗篷入宫，吩咐十月严加看管我，等她回来再处置。十月恶狠狠地说：你别得意，等夫人回来，你别想见到明天的太阳。我闭上眼睛，静静地等着。雪沫子下了一天，地上结了一层薄霜。傍晚时分，老太君夫人和小公爷的马车回来了，却一脸灰败，身后跟着浩浩荡荡的锦衣卫、5城兵马司和府尹衙门的差役，如狼似虎地扑进了国公府。周嬷嬷以命留下的证据奏效了，今日有喜，梁府抄家，明天的太阳我能见到，国公府却再也见不到了。一夜之间，百年煊赫的国公府土崩瓦解，除了老太君，所有人都被押进大牢待审。锦衣卫护送我和秀秀出府时，我牵着小石头，一一经过被捆绑的国公府众人。夫人的眼神积郁是血。是你们！我后悔没早除了你们这两个坏东西！黄莺儿，尤其是你，命贱之人本该死！我借了锦衣卫的刀鞘，你该偿命的！十月脸上满是巴掌印，撑着身子跪在小公爷身前，想给他挡风。小公爷却像是吓懵了，眼神空洞，喃喃自语：怎么会？这是梦吗？后来国公府的罪状昭告天下，急去爵位，抄没家产，子孙3代不得科举。国公夫人王氏行凶盘剥，草菅人命，被判处流放辽东。平安州王家杀梁茂公，罪大恶极，株连3族。十月为了给小公爷讨一口热酒，和衙役调笑了2句，小公爷只说了一个字：走。当晚，十月吊死在牢房里，死前已发覆面，生怕吓着了他心心念念的小公爷。秀秀叹了口气，说他也是个可怜人。我想起了雀金球、南珠、燕凤、吴嬷嬷、周嬷嬷，这些人都得到了应有的报应，是爹娘在天之灵保佑着我。我潸然泪下，为这一刻的大仇得报，也为这一刻的团聚在望。我和秀秀坐上了去辽东的马车，车里暖香扑鼻。小石头在玩琉璃珠子，秀秀拿着底报跟我说着京城的消息。我一遍一遍地读着哥哥的信，翻到下一页时，2行字映入眼帘：小虎子已至辽东，望团圆。我们原是草芥一般的人，没什么大作为，可正因为矮一点、小一点，行事便生出恭敬和尊重，觉着这天地之间一切可亲、可敬、可爱、可崇。人有情，草芥便随风而长，遇水而生，长得一团团、一簇簇，终可燎原。